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的旅行，我们带着爸妈们来到美国玩13天。在去过大峡谷之后，我们接着开车来到拉斯维加斯。一直以来，常常在电影里面看过拉斯维加斯，不仅非常的奢华，也非常的疯狂。虽然是家族旅游，好奇心驱使之下，我们预定了拉斯维加斯最有名的饭店百乐宫 Bellagio。哇，人好多，很漂亮你。百乐宫和万豪体系算是合作关系，可以累积房玩点数，高卡会员也可以优先办理 check in。办理入住的时候有询问是否可以升等，运气蛮好的，可以只加价$90就升等到角落房。对，这边就赌场，我们先上电梯。好奇花哦！百乐宫的腹地非常大，光是1楼就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人多到看不出来是一般的住客还是来这边赌博的。不管走到哪边都非常热闹，人超级多。我们有稍微小加价，到了这个 corner room， 哦，搬到一个角落房。哇，好大哦！好，我们这次呢已经到了Bellagio里面了。Bellagio里面，我们是21楼的一个角落房，那算是它的一个 honeymoon suite。然后我们爸妈就是在不同的楼层，等一下就看他们房间，先看一下我们房间。进来以后是这样子的感觉，右边有个小客厅，小客厅这边呢沙发嘛，那坐得蛮舒服的，有点想要晚上就是叫爸妈他们来这边一起喝杯饮料什么的，应该还不错。再来中间就是床铺的部分。床铺也超大的，而且它整个白色系的，就是看起来干干净净的，很舒服。然后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用餐区。这房间很厉害的事情是，它没有地方给你用电脑，它没有电脑桌。其实卧室没有说真的很大到很夸张啊，但是我觉得很精致、很漂亮，而且真的是很舒服。然后我们会在这里住2个晚上。我发现已经是它这个插座啊，坐在这里，床铺的插座在这里，在旁边。然后这里当然也是无线充电，然后这个人最喜欢的音响应该都有。那这里好像可以自动的打开雪，我们按 open 看看。哦，打开了。这个房间是他们最厉害的，就是这里的景，因为这里水舞秀很有名嘛。然后我们原本挑Bellagio就是为了说距离水舞秀比较近一点，没想到这边现在刚好在喷。就在我们房间眼前，我们房间我们其实根本不用下去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非常期待晚上。另外一边看到的就是凯撒宫，凯撒宫的 buffet 非常有名，我们今天晚上也会吃凯撒宫的 buffet。然后这个房间让我们最满意的其实是这个浴室，我们想不到这个浴室是在美国，我真的不觉得这是美国浴室，太棒太漂亮。这个浴缸能让人不满意吗？这浴缸超棒的，这旁边就是直接看到街景，然后当然这么好的地方，它真的这些 amenity 都会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Relax your body and mind， 搞身体的吧。然后这边 body wash， 香皂什么的，还有浴盐，最重要的浴盐也有。然后 Boots 里面呢？当然，这些都是有附的，然后是他们自己的品牌这样子。这边是它的洗脸台，然后一样有他们自己的一些 body lotion、body wash、hand wash。然后哇，这里有牙刷都有哇，这个妈妈他们等一下开心。我很好奇这边有没有放东西，会不会其实很普通？一视同仁，哇，大家都一样。美国就这只了。打开
开是衣柜，有拖鞋，我们马上来看看他的拖鞋，但应该是不会超过济州岛的啦，是很不错，还不错，中上，是一个很舒服的拖鞋。耶，这边是他的厕所，先说这里是美国，这里是美国。TOTO 的免治马桶，是 TOTO 的免治马桶。最后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的 mini bar， 这里面有水啊，这个水是要钱的吧？这个应该就是这边通通都是要钱的了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冰箱，它里面的冰箱啊，因为它这边呢就是都是有那种 sensor， 只要碰到基本上就会 charge， 所以就是不要碰里面的东西，打开看一下是还 OK 的。那如果好奇是多少钱的话，就是看下面 QR code， 大家自己扫一下，应该是很精彩的价钱。连他们刚刚柜台都提醒我们说，没事的话不要碰，这是他们比较需要注意的部分。百乐宫是我们这次美国旅行住的最好的一间饭店，深枕的角落套房里面有一个沙发区，更棒的是直接面对百乐宫水舞秀的水池，现场的音乐还可以透过房间电视听到。真的到里面，我们到里面还要找一下那个在哪里，它叫什么啊？事前在准备拉斯维加斯行程的时候，就看到很多人有推荐凯撒宫的自助吧。第一天的晚上，我们就想说来吃看看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就算有定位，到了现场之后还是需要排队。如果不想要排队的话，就必须要另外加价购买不排队的 pass。虽然不大理解这样子的做法到底是为什么，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让我们更无法理解的事情。跟着他。进入排队区之后，工作人员询问了我们的预订资讯，听到我们是6个人之后，就直接带我们进去了。虽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既然都进来了，就准备开吃吧。餐点的内容真的是非常豪华。有各式样的烤牛肉和其他的肉类熟食，海鲜也非常丰富，有吃不完的螃蟹和龙虾。那这是你的，一片你的。OK，Thank you。另外，异国料理也很多种，有墨西哥卷饼，也有比较中东的菜色，日式料理、意式料理，另外连中餐也有。螃蟹吗？还不错。刚点一个。啊，你现在吃什么？肉。吃到什么？你们刚刚拿的那什么？这个干贝好吃，干贝好吃。这里应该是我们吃过最夸张的自助餐，一个人的价位大概是$94左右。提供的料理实在太多，想要每一种都吃看看根本不可能，更别说后面还有甜点区。冰淇淋、马卡龙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蛋糕，甚至还有现做可丽饼。想来吃看看的话，记得中午不要吃太饱，而且要早点过来排队哦。凯撒宫的自助餐虽然内容非常的丰富，但隔天百乐宫的早午餐让我们印象更好。除了一般早餐有的餐点之外，有着各式各样的热食、意式料理、牛排一样在这里都吃得到。
加上它似乎没有时间限制，吃完直接可以饱到晚上。一个人大约是60美左右，以 CP 值来说的话还不错。好大哎，它那边至少2、3个蛋吧，好大哦。没有，它就是很丰富哎。我今天很聪明，其实这个是我刚说我的 small slice。右方向です。続いて右側。他就是早上也在排队。拉斯维加斯虽然是赌城，但我们这次并没有去赌场玩，反而是利用白天的时间，稍微在拉斯维加斯里面逛逛。旧城区的商店街非常热闹，有很多户外酒吧、伴手礼店。说到拉斯维加斯，新的景点 Sphere 应该是这几年来最受到瞩目的景点。整体有点像是来到非常有未来感和高科技的电影院。在大厅有很多展示区，可以和机器人互动，也有一些最新的投影和音响设备的展示。而我们这次看的秀是来自地球的明信片。原先想说内容都是英文，有点犹豫到底要不要带爸妈们去看。但事实上内容并不难，就算听不懂英文也一定看得懂。加上它的声光效果都是最新的，是一场非常难得且特别的体验。晚上的拉斯维加斯更是五光十色，游客真的非常多，有点想起年底的时候在纽约的情况。住在百乐宫，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近距离看水舞秀。虽然在房间也看得到，但既然都来了，我们还是来到水舞池前。百乐宫虽然非常高级、非常奢华，但也不是零缺点。在一些小地方，还是会觉得没有亚洲高级饭店那样子的细心。加上有很多服务都需要额外付费，像是接热水壶就要48美金，这也真是让我们开了眼界。在拉斯维加斯待了2晚之后，第3天的一早，我们继续开着车前往下一个地方。离开拉斯维加斯之后，接着我们要前往旧金山，但因为距离实在太远，所以中途我们停靠在圣塔芭芭拉。天空不作美，但还 OK 啦。虽然来访的时候天气不太好，但这天入住的金普顿凯瑞饭店却让爸妈们非常满意。大饭店呢，好像很漂亮哎。金普顿，这是我们住的第3间，第3间金普顿。那么房间呢，可以看到还不错的街景。房间本身其实没有非常大，但我觉得这个街景就还蛮有这边这个 Santa Barbara 的风格。今天天气没有说非常好，有一点点可惜。大厅还有全天候的热饮和咖啡，傍晚时段还有1个小时的红酒 Happy Hour， 整体的住宿体验非常的棒。晚餐我们来到了圣塔芭芭拉市区评价第1名的餐厅。来美国之后，料理口味普遍偏咸，让爸妈们有点不太习惯。但这间餐厅的牛排却让爸妈们赞不绝口。在圣塔芭芭拉待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悠闲的气氛有别于在拉斯维加斯的感受。
比起五光十色的拉斯维加斯，爸妈们似乎更喜欢悠闲的圣塔芭芭拉。你吃，觉得如何？好吃，这冰淇淋世界最好吃的吗？那请问你知道这样子多少钱吗？很多钱，7块看看半，不是7块半，你知道为什么是9块？是高空啊， 9块，19块。高抠啦，哦高空还好，我们那天2个也是9.75。有酒炸碎吧？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旧金山，除了有去金门大桥、恶魔岛之外，还搭到了无人驾驶的计程车。那么就下次影片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喽，拜拜。19。